赖清德最近火气很大，昨天骂在野党，你们干嘛考我们的预算？还有资格谈宪政？什么宪政？哦，这个，那在野党说你发脾气有用吗？哦，我们立法院都3读通过了，你都公布了预算，军公教哦年金停砍哦，警消加薪，你都不编呢哦。然后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4度封杀国防预算了，赖清德也气炸了，所以你们公开都说我们也支持国防预算，但是呢审都不愿意审哦。蓝白讲一般的讲法就是说，国防预算有必要当然支持啊，哦，但是你不能乱编啊，编的是不是需要的呢？哦，那另外呢，这个洪孟凯就说你这情绪勒索我们嘛，你把军警消编列的那个加薪的预算编，我们就审了，哦。说我们不遵守宪法，其实这点我不懂。我今天上午又把宪法本文跟曾宪法看一次，宪法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之前审完了，那没有这一条啊，只是说立法院它的权利之一啊或者责任之一是审查预算，但并没有说哪天以前一定要审嘛，否则的话你常常冻结啊什么一大堆。那陈水扁时候他没讲，也赖清德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有些预算也严啊，也没有在12月30号以前审完啊，没有这个事情的哦，这跟那个宪法是毫无关系的哦，好不好？赖清德说在野党国防预算哦，这个1.25兆了，这任性，说挺右党哦。李彦修说可能是外部有压力吧，说美国给他压力啊哦。那这边就讲了，陈水扁时期总预算曾经审到隔年6月哦。那黄国昌说，那你赖清德那时候也是立委啊，那你不是有违宪吗？其实都没违宪了，什么时候审查？宪法根本没规定什么时候审查了。宪法只有一条，说行政院这个编列的预算，立委不能为增加预算之提议啦。就行政院说这个要2亿，你不能说要2亿不过编3亿，不可以，他怕你这个肉桶立法了啊。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呢，这个总预算要在年底前审完。那脸书也说，2017到2023年每年都超过。哦，事实上美国不是学美国吗？那美国联邦预算被停了30几天啦，43天，哦，43天啦，对不对？那川普也骂在野党啊，骂民主党说都是他们害的，你们就找他们算账。就那个4次的选举，包括纽约市长，共和党都输啊，民主党都赢了，因为你是执政党嘛，你要想办法来协调，你去怪在野党，你执政党干什么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政治是最大的可能，想尽办法要协商。大家互退一步，不是我就坚持这样干哦，好吧？所以呢，这个在野党也说赖政府这个所作所为，还敢去谈宪政？谈什么宪政啊？立法院今天早上这个弹劾时程曝光啊，第一场公听会要在1月14号，明年1月10号举行啊。然后呢，这中间有2次会邀请赖清德到院说明，当然了，法律的规定是得邀请了。哦，所以赖清德就得也可以不得了，也不是说应，就你可以邀请他来，那也没有说他一定要来，他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所以如果不来，就是各党团自己讲10分钟的话哦。但是呢，519投票，因为520是就职2周年嘛，所以在519要投票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宪法诉讼法5个大法官判违宪嘛，哦，3个反对，但是5个就通过了哦，而且把3个剔除了，不算，所以蓝白有人数优势哦。这个就是60个人51个人啊，用这个优势呢进负2读，要谴责这5个这个通过的大法官。那联合报社论也说，这叫做司法政变啊，扩权把这个3个杂质打掉，大法官成为毁坏宪法的罪人。我们看一下，国家建设人民需要的预算，都可以用政治的理由来阻挡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再谈宪政呢？所以我今天是语重心长，中央政府总预算应该要迅速复委。总统火力全开，呼吁再也复委速审，若连总预算都不审，行宪纪念日没资格谈宪政。是耶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宪法明文规定，对明年度的预算要在今年12月31号以前要审讯完毕，剩下6天，连到委员会审查都没有，所以如果立法院没有办法如期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话，不要再跟人家谈什么宪政。表决才要同意。我觉得总统责难国会，说你们不审预算没有资格谈宪政。那我觉得在野的反应
只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其他我觉得都不好，没有准备好。因为民众党有人讲说，你讲的是哪一部宪法？这个有一点接近核心的这个重点啊。那像孟凯讲说，如果你把军工这些加薪列入预算，我们就审。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就因小失大了，因为现在问题是在宪法有没有践踏在你的脚下，而不是说你说军公教是我的人，他们的加薪都列入，我们就会审有没有违宪，不重要了，有这个意思嘛？我觉得这个就因小失大。孟凯，我真的是觉得你最近进步很大，但是这个讲法是不怎么妥当。现在问题，我们台湾的宪政僵局是在野，因为数目多、人数多，所以拼命立法。但是你不能不说，有些法是粗糙立法，甚至有些不能排除说是恶法，但是恶法易法。那你现在执政行政这边就是不附属、不执行然后呢，我诉诸这个宪法法庭，那宪法法庭5个人就可以把它判决说无效。所以现在是行政立法互相斗，然后绑住了，然后司法插一脚，本来就靠他的，他现在也完了，他现在完全瘫痪了，老百姓对大法官这个行政法庭完全没有信心了，所以他插进来了，三权扭在一起。那每一个人，你晓得什么叫政客？你说，政客就是在法律规范的许可之下，尽量为难，让你的政敌难过。而老百姓认为我还好，那社会也没有很大的退步。我觉得就是这样，台湾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如果你问，你点头，你觉得讲得很对。对。那你现在社会上的公论是怎么样？是有一点倾向反民进党，因为这个中间选民大概多了5%认为民进党不对，所以通通加起来，国民党大概蓝白大概多赢了3%。民进党大概输了3%现在这个总统的声望好像刚刚就黄金交叉，现在又回去死亡交叉，所以现在刚好扭在这里，所以全台湾现在的民意刚好没输没赢，你知道这个没输没赢为什么？因为这个层次，宪政的层次太高了，大部分老百姓是无感。而且无知，也没有感觉你现在平时呢，我无感，投票的时候就看你从现在到2028，大两边这个文宣战，到底哪一个就是能够让老百姓听懂那现在呢，我认为总统我必须承认，当初赖清德出来跟别人比，尤其是跟蔡英文比的时候，我是挺他的。我觉得他看起来斯文你不刚刚一样的心书斯文，温文儒雅，有够无证比温文儒雅你输他是都输。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本性是当年他拒绝进台南市议会的那个本性，就是固执，就是说，也不只有固执，不是单独一个固执，就是说他的意识形态走偏锋他的坚持呢是。真的就是钢铁一样然后呢，他要落实他的想法，就是勇往直前，永不后悔。这样的3个的结合造成一个真的无理可喻而且自以为是的赖总统。那这个其实对执政党，真正为你讲，给你替你讲，给你转达。回讲，来胡征来说，好真的是危机在你们这边。我想这个赖总统他的意思，我认为啦，他是批评说，现在立法院没有尽到宪法赋予，或者说交给立法委员最重要的核心任务，就是审预算嘛。那讲到预算这个事情，当然，其实这个沈大佬、我们主持人还有预方委员，其实这个经验都非常丰富。那我这边稍微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今年特别的状况是说，现在明年度的总预算，现在等于说还没有复委嘛，因为以立法院审预算来讲。会经过几次啊？第一次是这个程序委员会要把它分到例如说内政部的就到内政委员会去审嘛。那这个内政委员会，例如说8、9个委员，他们会审完以后有第一次意见出来，每一个专职的委员会会针对这个部分的预算去提第一次意见嘛。那再来进全院嘛，就是每一个立委都可以去对所有每一个部会的预算去提案件。可这时候因为立法院113个委员案量就会很大。
啊，就可能几百案、上千案，所以就要朝野协商啊，大家挑灯夜战啊，这个各派党团的党编啦、干事长啦，一直协商，然后协商完以后，可能最后还是各党之间有一些案子争议，还是瞧不拢，然后最后就到全院大家来表决啊，这个逐条这样战，所以我经过好几轮。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现在第一轮都还没有开始，就是完全没有进到各个委员会里面，让专职的委员来去做第一轮的筛选，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赖总统的意思当然是认为说，这个审预算应该是你立法院的重中之重嘛，你这个基本的工作没有做好，你那边讲那么多，我觉得他的意思有点这样。可是这个我们讲宪政僵局讨论好几个礼拜，其实现在大家各执立场嘛，那包含这个赵大哥刚刚也讲到嘛，因为像洪孟凯委员说的啊，我们这个退休警消的退抚条例提升啊，我们的这个一些法案你行政院没有编啊，我财划法你没有编啊，那我行政院就说，可是这宪法就说了，你立法院不得增加行政院支出的决议啊。那现在民进党说好，那宪法法庭我们是送宪法法庭让大法官来审，那可是国民党认为说你5个大法官没有公信力啊，那民进党我们又会说啊，可是你之前就背给我2波大法官人士啊，那其实我每次讲到这个赵哥就会说啊，可是你赖清德你身为少数总统，你没有来跟立法院好好协商，所以重点是说现在层层环环相扣，那这个僵局到底要怎么解？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在以朝野就是国民党、民进党之间，我认为最接近有共识的地方，其实应该是这个强化国防预算的国情报告了。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如在立法院就往前吧，因为赖清德总统他也表他愿意去立法院国情报告，他也表了他愿意去做统问统答，就立委来提问，然后他再做第2轮甚至第3轮的答复也都 OK。那只是说国民党现在觉得要即问即答，但即问即答其实这个之前宪法已经处理过就违宪嘛，所以我觉得在国情报告这点上，因为大家也一直讲说要朝野对话，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目前各党之间最接近有共识的地方了。我真的觉得要这个大家一直互相背锅僵局下去，一直拖下去总不是办法，所以不如就从这边开始吧。老沈，现在是因为好几个东西混在一起了。对啊，现在搞得大家搞不清楚。死结也不是死结，全面防疫死。第一个就是总预算到底付不付为什么事，这是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军公教什么那个退休年改砍不砍呢？那是另外一个。然后呢，宪法法庭5个大法官能不能就开始解释？那是另外，它这不同的东西，这是混在一起。你刚刚讲有一点不错的，就是宪法层次太高，一般人真的不懂啊。连我早上都要赶快再把宪法翻翻看，到底我没有记错，有没有赖清德讲这说？我都不用翻一下。你聪明嘛，我总是要确定一下嘛，我做节目要确定一下。我告诉各位啊，美国曾经讲过，我看那个选举的书就讲过，说美国那个预算更大，对不对？国防预算几千亿、上兆美元，老百姓怎么懂啊？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1兆美元或者什么1000亿台币。什么10亿台币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会知道说，美国海军买个垃圾桶6000美金，我家怎么知道60美金？美国海军买个6000美金，他懂这个，6000美金很小啊，跟那个什么6000亿美金比啊，但是对那个大的数字，什么国防预算什么1.25兆，有感，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无感。什么宪政啊，什么那个宪法法庭啊，跟一般人有什么关系？根本无感，但是对跟他生活有关的，他有感。休息一下再回来。你觉得现在？因为宪法法庭现在复活了，5个人就可以了，所以呢，他们立法院的停砍年改这个法案，原来要停砍10年了，现在停砍了6年。并没有要恢复只是不要再停砍了，已经砍得受不了了，砍到现在高考都没有人要去报了，这个原来的一半都不到了。很多公务员，台北市，我当立委的时候，很多外县市希望调到台北来，跟我拜托，你是不是跟讲一下我们调？现在是不想在台北市，都想在外县市啊？为什么？台北市缺8000个人现在。哇啦！这生活这边长安居大不易，台北居大不易，你们薪水一样，我干嘛在台北？那个加级有限啊，所以呢，我真的讲，公务员的水准真的很重要了。对，我再讲，我讲过，还要再讲。30年以前的时候，那时候中华民国管理学会开年会，他们请李国鼎演讲，李国鼎就讲说，你们这些优秀的从国外回来都不知道政府里面做事，将来政府里面如果是3流人才做的3流政策，你们1流人在社会你们就痛苦了。现在就是李国鼎那个时候讲这个话，当然不是说公务员程度不高，但是你的待遇、你的升迁，如果不能吸引他的话，你怎么能吸引1流的人呢？新加坡的部会首长的薪水是我印象是前30薪水最高前30大公司的 CEO 平均打8折，
他一个公司能够像一个部会首长，我们部会首长起码几十亿，国防部、教育部是3000多亿的预算呢，这样的一个部长管这么多的钱，这么多政策，你一个月给他10几万，他到民间，他如果有这个能力做好一个部长，他到民间去，他可以拿多少钱呢？你不能只是说哦，这个什么部长啊有公权力，你总是你要有好的条件吸引好的人嘛。而且你这些军公教是当时答应人家的，我很多大学同学他可以到民间去啊，但是他觉得哦，这个当个教授哦，这个还有寒暑假，然后将来退休一稳定的这个生活，他就来干这个东西了。他早知道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多好呢。你把他弄来了以后，你说现在不算了啊，因为国家钱不够，你以后可以，你以前怎么可以？你这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嘛？这道理就这样，怎么以前都不算了哦？好吧，所以呢，现在因为宪法法庭复活了，所以呢，行政院说我们给你复属，我们可以公告，我不执行，送去释宪啊，不执行。哇，现在真厉害，不附属，不执行啊。那总统泰说不会抛弃不附属的职权哦，不会抛弃的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总统泰说我们要为了维护宪政的尊严，所以呢，申请释宪，尊重大法官的决定哦。那教师团就生气了，搞了个半天，好不容易立法院3次通过，所以要上街抗议哦。所以你搞什么哦？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说，总统泰这私设一个宪法小法庭，大法官也别忙了，你弄了个半天。那立法院今天要谴责这5个大法官呢？我们看一下。既然宪法法庭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稍晚等总统府的咨文到之后，行政院会履行义务跟责任，我们会附属让它生效，也会即刻送请大法官解释，就宪法程序来完成最终的裁判，来维护宪政的尊严。来，毕昌兄，那我们现在我们3个在立法院待过哈，立法院委员会每次要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委员会的幕僚起来讲。啊，今天开会应到人数多少？实到人数多少？啊，如果这个实到人数是过了这个达到了这个开会的标准，他就会讲，请主席宣布开会。那我现在这5位大法官，那你要告诉我应到多少，实到多少？你不管按照这个新的法还是旧的法，你这5个人就是不能开会嘛，就是人数不足嘛。这种东西在立法院，在其他任何中华民国按照议事规则来开的会，这种会就是流会。结果你们是司法院的大法官，是我们司法体系的最优秀的、权力最大的那个，最后的一道了这个党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学问的人这样讲。结果你们做的事情是知法犯法、知法违法，这没有道理嘛？你人数不足啊，既然你可以开会，开完会你可以做决议。你要知道，现在在美国，你要把一个法案认定为它是违宪啊，是多慎重的事情啊！我们在美国念书都要念那些大法官写的傻傻洋洋，每一个写一大堆，他的看法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都觉得哇，很庄重。很神圣啊！现在看我们这种大法官，你连会都没有资格开，连会都不能开，就你违法开会，还违法把这个决议给说出来，然后说这个是违宪。我说实话，你们如果到大学的法律系去教书，这5位大法官，学生问你说为什么这个会可以开，我请问你这5位大法官怎么回答？他有解释，他有。你的解释是成道理吗？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吧？大法官现在人数不足，那你总统就要再提名啊！大家按照游戏规则来啊，譬如说打拳一样，拳击你可以打人家下部吗？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你就不按牌理出牌，就等于打拳击打人家下部一样嘛，这是很下流的一件事情嘛！啊，你说啊，那因为你们立法院我提的名单，你们都这样子，大部分都把我给删掉了，所以我现在只有这个8位大法官。啊，人数不足，那但是会还是不能不开。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按照议事规矩，你不能开会就是不能开会，那怎么办？你再提大法官啊，那我提又被你删掉，那你提的大法官不要有被人家抓到把柄的地方，不要意识形态绿油油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跟你讲，人民的眼睛雪亮在看。你如果蓝白故意挑毛病，把一个在社会上非常有公信力、得到学界很多的尊重的这样的人啊，不管他是学者还是现在的法官，提出来，然后蓝白把人家刷掉，我告诉你，社会都不会答应的。我是觉得拥有权力的人哦，应该有谦虚。我喜欢再举一个例子，我当年在我美国参议院去拜访，啊，这个当程序委员会的主席，啊，在美国除了这个院长、副院长这个以外，程序委员会主席真的是可以说是第三号权力大的人。你收了案子到那边，他如果把你挡住，你就没有办法提案，没有办法送到委员会去讨论了。那个人叫 Trent Lott， 啊，这个人是这个密西西比州选出来为参议员，他的父亲以前在当地美国最大的造船厂之一英国造船厂当过工人。他给我讲话讲没几句，他秘书说啊，有个紧急的电话要你接，他进去接了出来以后，他主动告诉我说 ，President Clinton， 他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克林顿是民主党的总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正在审这个法案预算这些，所以美国总统要打电话给他，要请他帮忙，通融。我不晓得我们的总统啊，包括蔡英文总统，包括以前的马英九总统，你们在当总统的时候有打过多少电话给在野党的总统？这我讲的是美国议员啦、立委啦。对，你说打给总统，对不对？打给立委，不管立委。事实上以前。当然，美国现在也是川普也搞一塌糊涂。以前美国总统签署法案，你看两党的议员都站在后面，表示大家一起啊，这个是蛮重要的了哈。就是说吵架归吵架，政党归政党有立场，但是这个政党之间、国会议员之间彼此呢，政治是一时的嘛，你这种友情啊、交情是永远的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蓝白搞一个这个未来账户了啊，那说本会期要送审哦，就是说小孩子12岁以下先存5万啊，每年再给他1万哦，那雇主也可以鼓励员工，家长也可以存啊，那这叫做未来账户啊，因为现在他不生嘛啊，这很麻烦了啊。那说政府资源有限，这卫福部自己讲了，说呢每个国家不一样哦，我们没这么多钱哦。我们应该优先照顾弱势啊。那另外呢，说为了救少子化啊，那游淑慧说买武器不如给孩子啊。那另外呢，这个卫福部有一个少子女化办公室哦，黄国昌有说了，问他们到底会议记录拿出来看看啊，没看到什么会议记录，到底有没有开啊？虽然有，好像是名存实亡啊。那真的生的真的很少哦。你看这个还是2017哦，也不过就是这个8年以前了哈，现在2025嘛，减到2007 8年以前，生育率已经这样节节下降，如果跟以前比更不得了啊。30几万，43万，现在13万，说今年可能11万都不到，那一年46万，最多有史以来最多，所以你说竞争很厉害，龙年46万，现在去年13万，说今年可能11万都不到，对，很惨啊，那怎么办哈？那去年是龙年啦，就不升啦，大家以为会增加很多哦，所以呢，说民进党说这个逾越行政权啦，哦，那郑丽文主席说呢，台湾哪有什么逾越行政权，是你们逾越立法权啦。好，我们看一下，台湾新生儿出生的人数恐怕连11万都达不到。25号，民众党跟国民党召开记者会，宣布推动儿童未来账户，但在研议期间，在野党却有个意外发现。请他们把少子女化办公室开会的会议记录交出来。不断的搪塞，卫福部的官员终于说了一个大实话：少子女化办公室
从来没有成立过。对于在野党的指控，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也表示，卫福部早在2017年就在部内成立任务编组性质的少子女化对策办公室，由跨司署共同研拟因应策略，并于隔年由行政院统筹推动至今。但民众党还原时序，从2018年少子化办公室回归行政院执行，到了2022审计部报告就检讨行政院花了2500亿，多头马车未能反转少子化趋势。2023宣布1000亿托育补助调升计划后，又被立法院预算中心指出，儿童教养补助执行率未达75%。民进党政府除了会做大内宣以外，还会做什么？成立归成立，但是否有实际运行，朝野有巨大认知差距。但客观数据显示，我国的生育率全世界垫底。有用吗？我觉得没有用啦，哈。我是说，民进党的少子女化办公室没有用，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哦。赖清德最近在讲总预算的事哦，他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这么急？去年的114年，就是今年的总预算是2兆9000多亿，明年又多加了1100亿哦。但是就算是没有完成115年总预算的审议，明年照样可以就这2兆9000亿一样可以用，不用经过立法院哦。其实如果当过官员更爽了，因为1毛钱都没有删，2兆9000亿完全可以用，只差这个1100亿。可是他急什么？大家知道这1100亿增加是什么？938亿都是国防预算、采购预算，少子化预算1毛钱都没有新增，打炸的预算只增加17亿，增加1100亿哦，打炸预算只增加17亿，扩大内需只增加70几亿。我说这增加了1100亿里面，它90%通通要买国防预算，所以他在紧张啊，因为这里面可能要下定要什么的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在民进党的心里，什么是重要的？少子化重要吗？真的不重要。未来账户这个概念，坦白说，我非常认同，不是因为它是蓝白提的。我10几年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还有万安市长在选举的时候，我都去游说过，想要在台北市成立一个这个青年储蓄账户。但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譬如说父母来存钱，政府就做优存利率的补贴，这样政府的支出会少一点，可是也是一种鼓励的存款。譬如说给5%或6%，那政府就只要储存这个利差，而且还可以先把这个基金拿去做市政所需，因为只要保证给付就好了。所以我今天才会说，你与其去花钱去增加美国的 GDP、GNP， 你为什么不好好投资我们孩子的未来？那谁知道民进党又抛出一个说，你逾越行政权，立法权本来就可以针对政策立法，这完全没有所谓逾越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在蓝白的策略是对的，就是不断的提民生的法案、民生的政策，我看你行政院跟不跟，要不要附属，要不要释宪，就像那1万块，最后民进党还是跟了。那是我上个礼拜有机会跟1111人力公司的董事长吃饭了，因为他是我学弟，他在台南一中低我2届。我说你这辈子如果钱赚够的话，因为1111就是靠人吃饭的，对不对？事求人或者人求事都是人啊，没有人的话，你这样的生意边走啊，对不对？我说你如果赚够了，你今年85岁了，就拿一点钱出来，拼命去搞少子化这个事情。那今天回到这个未来账户，我觉得这个是蓝白提出一个正向正面的一个好的提案，但是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了。你看郭国文，我觉得郭国文是抄你们的，抄蓝白的。我先提的，他先提的。我跟你讲，你们真的有意义的话，行政院就提了，为什么要郭国文提呢？太奇怪了。单一立法委员对这么重大的事情由郭国文来提，就可见他是抄人家的，我都敢讲。但是呢，我觉得有几点，我觉得是遗憾的。第一点呢，他的钱应该来自国防经费，国防机构应该起码拨2成啊，因为什么？人力是国防未来兵源的来源啊。你买了没有用的武器，生锈，你知道？你生了小孩是长大，你知道吗？那只有一个情况，生小孩没用，就是这些武器你动了，你用了，就把这些小孩统统干掉。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东西。第一点，经费要来自国防预算；第二点呢，要这个未来 future ETF 要跟少子化连接，要跟少子。第三呢，给了5万块开始。太小儿科了，无感，而且要到他长大以后才收成，这个
可能生小孩的这些妇女，觉得说我为了5万块，而且还看得到摸不到，我现在要生小孩的动机没有，无感。第4点呢，你这个成长的速度太慢了，你到了他年纪大够龄的时候，这个把那个台币的贬值算进去，这个是小儿科，没有用，没有用。还有第5点，你现在政府的作为都是在增加债务啊！哦，你看劳保、健保、台电，对不对？什么都是在增加你要帮忙的这一代小孩子的债务，那你增加的债务远比你给他的这个账户大得多啊！你起来给核心啊，你讲好听，对不？你不觉得吗？这债务是不得了了，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啊，动机意识，还有要把民进党搞得难堪，这些我都认同。但是要好好去想，我觉得哈，我们这些已经报废的、已经退休或者将退休的没有用的人呢，大家要集中全力去想如何让妇女同胞生小孩，这是当务之急。休息一下再回来。小英男孩谁？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前副执行长郑义霖，被称为是小英男孩他涉嫌收受东伟建设的贿赂，然后呢去施压台电争取电容量。就是你不要以为说绿能你去搞一个什么光电啊，什么太阳能啊，什么风电你就会赚钱了，不会的。为什么？台电不买你的电啊？不买电你有什么用啊？台电要买你的电才有用啊。那台电为什么买你的电呢？为什么呢？然后那他去施压说呢，检察官现在痛批他说，操控台电像现偶一样，求刑14年，这么年轻你看才20几岁哈。然后呢，坐拥100万，收贿100万，坐拥台北市3个房子。很多人做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在台北市买1个房子，这样他住不了让他关一个谁什么？他就什么线就是拿个台电等于被他拿个线在控制一样了就变成这样说。那台电1年赔1000亿啊，政府要补贴他1000亿啊，怎么赔这么多钱呢？那中间到底被这些人搞掉多少而且呢，他曾经骂检调，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啊？敢关我那被关押了4个月，现在露面了那现在低头。手铐在手上，傲气也没有了这个人傲气都没有，原来是这个好像很神气的样子那他呢，就是用我是来执行我们党的、我们政府的重大的国家政策所以你台电要把电力挤出来所以能源业者说你好神这么厉害，能够把这个要的电还要更多那另外呢，他现在呢说有601万来源交代不清，不止啦，3间房子多少钱啊？北检呢又在用另外来追查他那所以呢说，原来蔡英文的支持的打的蔡英文旗号男孩变成绿能贪污犯，蔡英文还要再推光电2.0，蔡英文前一阵子不才出来讲嘛，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这个蓝绿都有不是只有我们绿的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把我的绿能都把它这个不继续推动等等好吧？来，吴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小英总统讲没错因为现实是，其实大家也是之前有时候会把能源这个事，其实说变成一个好像是说核能跟绿能之间争执。可是其实以台湾现况来讲，我相信很多民众或企业界觉得说，我就是要更多电嘛。其实你给我电，我都需要。那我们来看一个很现实性是，很多科技大厂有这个 RE100的规定，它确实是需要符合再生能源的相关规范，所以推动绿能是好事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时候大家会把说绿能跟民党连接在一起，可是对，当然像这个什么郑义霖，对啊。像这个人，我讲直接啦，我觉得任何人呢，就是你在这中间上下其手，不论党派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瓜笨手，对不对？那当然现在是起诉阶段，我们无罪推定，最后还是要判刑。可是确实像我们看前阵子检方也起诉这个国民党前立委那什么郑天才。然后之前廖国栋，这也都是在瞧绿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政府这方面确实要检讨，就是我们过去想说我要用一个优惠的政策制造利多的空间，鼓励业者都来投入，就没想到你说对民进党里面有人这个郑义霖，然后之前台南那个经发局长陈凯琳，然后国民党你看廖国栋郑天才，对我觉得
其实真就是任何人，你去想要去透过国家推动政策来去上下其手贪污的，其实就重判重罚，甚至未来要修法要加重，我觉得都好。但是回到根本上的能源政策，其实绿能还是一个好事情嘛。那我补充一下刚刚这个未来账户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是好的，因为包含我们党这个郭国文、张亚龄有提一些类似案，而且源头应该大家都是川普的，川普先提了这个川普账户嘛。那其实川普只给他那4年，对，2023到2025他是给你一笔启动啦，就是说在他任内有生的新小孩，我就给你第一笔启动。那现在国民党蓝白的提案是说，我每年还要再灌下去。不过这细节可以讨论了，不过这就是大家回来看，是说从2003年开始0050到现在年化报酬率大概有快10%嘛，所以说台湾整体经济好的话，你成立一个账户让小孩未来出社会的时候，他有一个起码几10万第一桶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本身这个概念是好，也可以去讨论。但是讲回来，为什么卫福部前面说我现在没钱？因为这个如果要处理，你一定因为包含启动，就算只算一开始出生给你5万好了，这样下来也要1000多亿了。所以这如果要处理的话，当然你没办法透过常规预算，要是我一个特别条例，另外再编了。对，那只是说现在我们的总预算都还没有处理啊，所以政府当然会觉得说，你例行性的先处理完，再来讲专案事。老沈，吴峥啊，吴峥，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因为你一向坐在我旁边的表现其实还可以。但今天你刚才那一段话，连这个个案你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什么？你要我怎么肯定你呢？怎么了？因为这个个案你看他年纪轻轻的，胆子这么大。他那背后是有小英，他自己认为啦，是不是真的小英给他扣在这里？我觉得不可能。但是如果小英给你这么大的助力，你应该更爱惜羽毛才对，你不能够辜负了看得起、肯定你的人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你用你的权位去影响啊？第二点，你就想说，台电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就国营事业的缺点就在这里，来了一个经济部的不大不小的官讲的话，我台电吓死了，因为我台电不听你的话的结果，我台电不晓得如何收拾啊，所以台电可以决定这个电容量的人就怕他，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吗？对不对？第三呢？第三就是说，上有这样的人，下面就效法，所以整个光电事业、整个绿能事业，在民进党过去执政的几年里头，变成就是很多这个有钱可捞的地方。那我跟你讲，我不相信蓝跟绿哪一个人清廉。我跟你讲，有钱就会捞。所以老赵就是我跟你应该你的余生就要出来做一件事情，说我来组个党，我这个我当了行政官员、行政院长或当了总统以后，我保证我任内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贪污。如果有人贪污的话，我拿我的家产、你的家产出来照赔。他贪300万，你赔300万；他贪1000万，你赔1000万。我跟你讲，你都不会赔，因为没有人敢贪，而且你马上轻易的当选。你不行，你这么快要过年了，不要挖坑给人家跳嘛，好不好？不过，其实看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感慨。就前几天，日本的最大的这个核电厂博奇一宇就是宣布，它明年的1月20号就要开始要复工，要恢复运转。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核电厂。我们刚刚讲的扎波罗热，那只有6个反应炉，它有7个。他就准备，他现在已经把核燃料。我刚听你讲是5700万100万千瓦嘛？对，那这个大概一个炉大概100万千瓦了。这样一个大概这么，所以它5万，它就大概将近6个了。所以你讲这7个，对，没错。所以你要现在等于我们核1、核2、核3加起来，它现在核燃料都已经完成这个填上去了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讲源头打击啦。说第一要攻击我们，就在源头打击它。为什么这些绿电所谓光电有这么多弊案？我们要源头打击嘛，就当时的蔡英文的政策就是错误的嘛，你把核电给停下来嘛。现在你看日本核灾受伤最重，14年来它一座核电厂在恢复，对不对？而且地球暖化这样子可怕，那这个碳的排碳量越来越多。我们要走核电是要救这个地球减少肺癌尤其重要，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源头打击了，就要去想一个错误的政策，就会造成后面很多的弊案。现在这么多光电弊案，蔡英文自己要觉得很惭愧才对啊。南京。蔡英文卸任到现在，一个非核家园，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光电的这个政策，其实已经暴露出他在执政时期的时候，他的政策上面对台湾所造成的这个伤害。我觉得赖清德呢，原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因为既然检调都已经启动调查了，而且那么的就检方来讲，如此的罪证确凿的，包括郑义玲等相关的这些光电弊案的案件。赖清德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整顿一下哈。现到目前为止的这些光电所出现的一个乱象，它可以走出一条这个不要说清算蔡英文啦，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政策之路，而且配合了川普。现在川普整个就是要让这个核能这个大爆发啊，他不是前一阵子才停了这些的风电啊。但他可以走这条路，但是他没有哈。然后把现在什么这么大的精力都用在跟在野党之间在进行那些法案啊、宪政上面的这个攻防，其实是白白的浪费大家的时间。他如果用对力气，然后走一条比较正确的能源政策之路的话呢，他的施政会有成绩的。他像他现在一事无成。川普把东岸、麻州啦、什么这个纽约旁边外海的风电发电都给他停了，而且在施工中的也停了，真的是糟糕透了。他说。我觉得这个除了是能源政策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是联能政治的问题哦。为什么过去蔡英文执政是8年，出现一堆所谓的小英男孩、小英女孩哦？就是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德不配位哦，他们也没有什么学经历什么，然后就突然到了高位，然后又出了一堆问题哦。这我们已经提过，谁是小英男孩，谁是小英女孩？那弊案只有这一些吗？当然不是啊。大家觉得快筛这个小吃店可以标快筛正常吗？这个装修店可以去卖军火正常吗？然后鞋店也可以去进口枪炮正常吗？其实这些都不正常的。但只要民进党一天还在执政，有多少弊案能够被查呢？超丝鸡蛋最后查出来是怎么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些官员没有一个人有问题的，没有人有问题的话，标案是怎么到那个公司手上的？奇怪了，采购者都没问题，然后你说那个卖鸡蛋的人有问题，我也觉得蛮妙的。为什么贪腐犯罪的都是男孩，而没有女孩？有啊，女孩也有了，女孩相对很少，男的比较多了，你不觉得吗？女孩相对很少，卖茶叶也可以啊，都来了。男生保汽车保险要交比较贵的保费，而且我觉得那个茶叶的那个女生讲法，女孩犯这种，你不觉得这很励志吗？我们也希